我们生活在一个名为无知的平静小岛上，被无穷无尽的黑色海洋包围，而我们本就不该扬帆远航。繁星已抵达特定的位置，旧日支配者即将重现人间。一、加坦极恶。我所瞥见的那个畸形丑恶的庞然大物，任何东西都不足以暗示出它的污秽不洁，以及浩瀚无尽的恐怖、憎恨与邪恶。在迪迦奥特曼 TV 版最后2集中，有一位可怕无比的怪兽登场，相信小伙伴都记得，他就是黑暗的支配者加坦极恶。加坦极恶是迪迦奥特曼 TV 版的最终 BOSS，也是超古代文明灭亡的元凶，有着贝壳形状的躯壳和纠缠的触手，能释放出携带电离子的黑雾，实力强劲。3000万年前，加坦极恶利用七杰拉毁灭了超古代人类文明，带领佐加统治了世界，之后一直沉睡在太平洋海底的超古代遗迹洛鲁耶中，直到3000万年后地球巨变，他才苏醒。他的原型是克苏鲁神话里的旧日支配者加塔诺托亚。加塔诺托亚是克苏鲁的长子，相传只要有人目睹了加塔诺托亚的样貌，或者是看到较为还原的塑雕或画像，人就会在大脑保持鲜活的活体状态下被石化。迪迦奥特曼加塔极恶进行最终决战的战场超古代遗迹洛鲁耶，实际上就是克苏鲁中那个著名海底世界拉莱耶。2、超古代植物奇杰拉。你们可以继续苟活1000年，只是1000年对我来说不过是弹指一瞬间。在迪迦奥特曼第45集中出场的作为加坦极恶信使的奇杰拉，其实也是一位旧日支配者，雷沃莫斯之沉眠者瓦苏木为原型。他位于火星的地下世界，就如同地球的撒旦一般，被火星的地表文明所恐惧着。他本不属于这个宇宙，却被自己的同类流放到了这个宇宙。由于有着极高的智商和先进的高科技，他也成为了克苏鲁中极具代表性的旧日支配者之一。拥有着强大实力的他，还有一支科技水平凌驾于地球与火星之上的舰队，因此这个可怕的存在一度想征服火星并统治地球。就在此时，2名从地球来火星的调查员中来找工作那位抓住了瓦苏莫的关键弱点，最终在瓦苏莫正式开始侵略行动之前，令他陷入了1000年的沉眠周期。在临睡前，瓦苏莫曾经留下一句话：你们可以继续苟活1000年，只是1000年对我来说不过是弹指一瞬间。3、人工生命体比索摩。随着休格斯在生物旁蜿蜒爬过，耳边必然会响起那骇人的惨叫声。在31集登场的比索摩可以说是大多数人的童年阴影。它是在南极发现的不定型宇宙生物，无定型的肉团散发着粘液，不可名状，以电气能源为养分进行繁殖与不断的进化。它的原型正是克苏鲁神话中最骇人的存在之一——休格斯。休格斯是克苏鲁神话之父洛夫克拉夫特塑造出来的最成功的克苏鲁神话生物之一，也最能体现出克苏鲁神话那不可名状的恐怖。它其实只是古老者手中替他们在海底从事重度劳动的奴隶生物，是一种天生被主人使唤的生物。随着时间过去，休格斯会慢慢开始产生智力，开始反抗，模仿主人。他们也曾经反抗过创造他们的远古种族，将其毁灭。作为形态无定的原生质生物，休格斯看上去就像柏油构成的巨大变性虫，表面有着发光的眼睛。它有着可怕的再生能力，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各自拥有自我进化能力的特殊性质。所有的细胞都可以在转瞬间重新组织构成，模拟生成各种形态、各种器官。可以说，休格斯的样貌足以使任何看过的人都陷入癫狂。在黑暗中，他那噩梦般的黑亮形体，那无定性的身躯散发出恶臭，不停地向前蠕动着、流淌着。
它的表面闪着隐隐约约的微光，上万只放出绿光的眼睛不断在它的表面形成又分解。随着那巨大的躯体扑面而来，所有的一切，哪怕是一粒灰尘，都会被湮灭。4. 第五人格，黄衣之主。相传，曾有一位穿着黄袍、看不清面孔的使者出现，预言某个王朝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人们称他为黄衣之主，不可名状者。除了动漫迪迦奥特曼之外，也有许多游戏结合了克苏鲁元素进行创作，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手游《第五人格》。在《第五人格》中，有这么一位被称为黄衣之主的监管者，他的原型是克苏鲁中的黄衣之王哈斯塔。哈斯塔无以名状者，深空星海之主，黄衣之王，遥远的欢宴者。他在旧日支配者中象征风的存在之一，也是象征着水元素的克苏鲁的死敌。哈斯塔没有具体的外貌和形状，无以名状，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他所留下的最为著名的形象有2个，一个是身着黄衣和柔软面具的类人个体，被描述为黄衣之王，不可描述的大祭司；另一个是遥远的欢宴者，具体形态为黑色的，满身皱纹，顶端生有触手的奇个体，可以飞行，生有利爪，能穿透人类的颅骨，吸出大脑。由于哈斯塔的本体被旧神禁闭在昴宿星团中的恒星昴宿增16的行星上，古代都市卡尔克萨的废墟附近的哈利湖中，他是灾难和苦痛的化身。但那些好奇心旺盛的人总是试图寻找他的踪迹，期望借此寻求世界真实面貌的启示。相传，那些崇拜者们只要通过持有黄衣之王特殊的印记来呼唤黄衣之王，黄衣之王便可听到其呼唤。不过黄衣之王的出现必将会带来恶果，最直接的就是那些召唤者的死亡。因此，如若不是必死之人，切记千万不要召唤黄衣之王。5. 第五人格，梦之女巫。伟大的伊德海拉，她生于大地，与地球生命共生，永世万古，与尘世间所有生命形式交织不休。在死亡诞生之前，她就已经存在了。同样是第五人格这个游戏，还有一个角色是以克苏鲁为原型所塑造的，她就是梦之女巫伊德海拉。不同于黄衣之主的炙手可热，伊德海拉的名声不显，低调了许多。她是克苏鲁神话中的外神之一，被称为梦之女巫，生与死的女主人，也是蛇之父伊格的妻子。自第一种微生物出现后，伊德海拉便在地球上长存了。为了在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他获得了呈现他所吞噬的任何生物特性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伊德海拉还能将自己分裂成不同的面貌和分身，而这些分身都可共享本体的意识。他通常以一个年轻迷人的人类女性的形象来蛊惑欺骗他人，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一种被称为异小姐的人类形象。异小姐的形象为穿着美丽的红黑白服饰的人类女性，有着苍白的面容，长而锋利的黑色指甲，鲜艳的红唇以及梳成马尾样式的黑发。她几乎只在中国出没，笃信她的女性组成了崇拜她的教团，疯狂又痴迷地追随着她。就像伊德海拉的其他化身一样，异小姐需要定期的活祭来提供鲜活的基因素材，为此追随者们需要频繁地给她提供年轻男子以供交合。在交合的仪式中，异小姐会将她的年轻伴侣用锋利的爪子撕成碎片，并且产出一个或多个畸形怪异的孩子。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会直接重新吸收掉这些孩子。尽管化身异小姐看上去美妙动人，但是伊德海拉本质上还是一个多变的巨大有机体，形似章鱼，长有蛇形的眼睛和可分离独立活动的触手，并且居住在德克萨斯州某处深谷中的一个洞穴里。为了不断的进化，它吸收周围各种生物的基因材料，并且将其重新排列，然后以新的生物形态让它们重生。而这些再造之物此时将变得极其丑恶，并且完全陷入疯狂。